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被忽略了，不是被某一个人，而是被整个世界。你明明已经很努力，很用心的去想、去做、去靠近那些你想要的东西，但回应却迟迟没有出现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宇宙没有在听？是不是那些你相信的连结，其实只是想象？你甚至会问，为什么别人好像比较容易得到，而你总是差一点？那种差一点让人特别无力。你不是没有方向，也不是没有行动，只是每一次靠近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距离。于是你更用力，你调整方法，强化信念，甚至试着让自己更正向一点。你告诉自己要相信，要持续，要再撑一下。但内在某个地方其实已经开始疲惫，因为你一直在给，却感觉不到回应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放弃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怀疑。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外面有没有回应，而是在于你是否真的能够接住它。这个念头一开始很微弱，甚至有点难以接受，因为你一直以为自己在等待的是机会，是结果，是某种明确的到来。但当你慢慢往内看，你开始发现一些细节。当好事稍微靠近时，你会怀疑它是否真实；当机会出现时，你会担心自己是否足够；当一切开始有转变的迹象，你反而变得紧张。那些反应很快，也很自然，快到你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正在推开它。你开始明白，不是没有回应，而是你还没有准备好承接。不是因为你不值得，而是因为内在还没有真正相信。当你还在怀疑自己，你很难相信事情会顺利发生。当你还在害怕失去，你很难放松地接住拥有。这样的状态让你不断发出一种矛盾的讯号，一边渴望，一边抗拒，一边期待，一边退缩。而宇宙只是回应你整体的状态。当你内在还没有对齐，外在的回应就会停在门口。不是拒绝你，而是等你准备好。这样的理解没有让你责怪自己，反而带来一种温柔的松动。你不需要再拼命追赶什么，也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忽略。你只需要慢慢回来，回到你与自己的关系里。你开始练习看见那些让你无法接收的地方，看见你的怀疑，你的不安，你的不确定。你不再急着修正，而是先理解。理解之后，那些紧绷的地方开始松开。你不再那么害怕得到，也不再那么担心失去。你开始允许好事可以发生在你身上。这种允许不是强迫相信，而是一种慢慢长出来的空间。当这个空间出现，你会发现，原本以为没有的回应，其实一直都在。他们只是等着你，等你不再抗拒，等你真的准备好，去接住那一切已经在靠近你的东西。你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心里那种微妙的不安也跟着一点一点累积。你没有停下来，甚至更努力地往前。你以为只要再快一点，再多做一点，那个你在等的东西就会更早出现。但它没有。于是你开始觉得，是不是哪里慢了？是不是自己不够积极？是不是时机已经错过？是不是别人早就走在你前面？那种落后的感觉让你越来越焦躁。你看着别人的进展，看着那些看起来已经发生的成果，
你忍不住问：为什么不是现在？为什么不是我？那样的疑问其实很安静，却会在心里慢慢扩大，直到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所有的等待其实只是拖延。但你没有真的停下来想过，这段你以为的延迟到底在发生什么？你只是不断往前看，不断衡量距离，不断用结果去定义进度。于是这段时间看起来像是空白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但其实很多事情正在底下慢慢移动，只是它们不会立刻被看见。就像种子在土里，你看不到它的变化，却不代表它没有生长。你现在站的位置也许还没有开花，但并不代表你没有在走向它。只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，需要那些你没有意识到的整合，需要那些还没准备好的部分慢慢到位。当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承接，事情提早发生，反而会变得不稳。你也许会得到，却无法维持；你也许会靠近，却无法真正站住。这些可能你以前没有去想，因为你只看见快一点，没有看见是否准备好。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会慢慢安静下来，不是放弃期待，而是开始理解节奏。你开始看见，原来有些事情不是拖延，而是在等你与它对齐，等你的内在有足够的稳定，等你的选择不再只是冲动或焦虑，等你的状态可以承接它的到来。这样的等待不是空白，它其实很满，只是那种满不是立即可见的成果，而是一种内在的累积。当你开始这样看待，你与时间的关系也会改变。你不再只是追赶，也不再一直比较。你开始信任，每一段看似停滞的时间都有它的作用。于是你不再那么抗拒当下，你可以待在这里，而不急着跳到下一个阶段。这种允许让内在慢慢稳定，而当你稳定下来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延迟的事情，其实并没有错过，它们只是在最刚好的时机，等你准备好，与他们相遇。你一直在等，等一个更适合开始的时候，等一个更稳定的状态，等一个让你可以放心踏出去的时机。你告诉自己，现在还不够好，条件还不够完整，准备还不够充分，心也还没有完全确定。所以你选择再等等。那个等待一开始是理性的，你不想冲动，不想冒险，不想在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做决定。但时间久了，你开始发现，那个对的时机一直没有真正出现。你越是等待，条件反而变得越模糊。你会想到更多需要准备的地方，更多还没完成的细节。于是你继续延后，那种延后看起来像是谨慎，但内在却慢慢变得沉重。因为你知道，有一部分的你其实已经准备好了。不是所有都完美，但有一种微弱的确定一直在你心里存在。它没有很大声，却一直在提醒你，只是你没有回应。你选择相信还不够，而不是那个已经在准备好的部分。于是你停在原地，不是因为没有方向，而是因为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开始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意识到一件事，也许你一直在等的不是时机，而是某种完全没有风险的感觉。但那样的感觉从来不会真的出现，因为任何开始都会带着一点不确定。
而你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，不是因为时机未到，而是因为你还在犹豫，是否愿意带着那份不确定前进。这个看见让你有点安静下来，你开始重新看待时机这件事。你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讯号，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机会，它更像是一种内在的状态。当你准备好承担，准备好面对未知，准备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那一刻，时机就已经在你手里。而当你不断退后，不断延迟，其实你也在让那些原本已经成熟的可能停在门口。不是他们没有来，而是你没有打开。你慢慢理解，时机从来不是单向的，不是你等它出现，而是你与它相遇。而那个相遇需要你走出去一步，哪怕那一步还带着不确定。你开始试着移动，不是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把完美时机当作开始的前提。你愿意在还没完全确定时，先靠近一点。那一点点的行动改变了很多事情。你开始看见，原来有些机会是在你行动之后才出现，原来有些路是在你走进去之后才清楚，而你之前一直在等的，其实不是时机，而是你自己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你一直在等待对的时机，但其实时机也在等你，等你愿意相信自己已经足够，等你愿意跨出那一步，让一切真正开始。不是没有改变，而是你还没有让它进来。你一直在等，等某一天醒来，感觉不一样了，状态稳定了，一切自然的变好了。你相信改变会发生，只是还没到。于是你观望，你看着时间过去，看着别人的转变，也看着自己，好像还停在原地。那种感觉有点无力。你明明没有放弃，却也没有真正前进。于是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还少了什么？是不是方法不对？是不是还不够努力？是不是还没找到那个关键？你把改变放在未来，放在某个还没到的时间点，但你没有注意到，有些东西其实已经开始动了，只是它们很微小，小到需要你停下来才看得见。也许是在某个瞬间，你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否定自己；也许是在某个选择里，你多为自己保留了一点空间；也许是在某段关系中，你开始感觉到什么是界限。那些改变已经在发生，只是它们没有你想象的剧烈，也没有明确的标记，而你还在等一个更大的讯号。于是你忽略了它们，你没有回应，也没有让它们延续，因为在你心里，改变应该更明显、更确定，更像一种完成。但真正的转变往往不是那样开始的，它更像是一种邀请，一个很轻的邀请，邀请你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，邀请你在熟悉的情境里做出一点点不同的选择。但这个邀请需要你允许，如果你没有回应，它就会停在那里，不是消失，而是等待，等待你愿意打开。这样的理解让你慢慢停下来，你不再一直往外找答案，而是开始回头看，看那些你曾经忽略的细节。你开始承认，原来有些改变已经在你里面出现，只是你没有给它空间。你总是急着往下一步，急着变成更好的样子，却没有停下来，
让已经发生的转变真正落地。当你开始允许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你允许自己还在过程中，允许自己还没有完全稳定，也允许那些微小的改变慢慢长大。这样的允许不是放任，而是一种支持。你不再催促自己，而是开始陪着自己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改变开始变得有力量。它不再只是瞬间的感觉，而是可以被累积的方向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愿意承认它，它就会延续；当你愿意给它空间，它就会扩大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惊人的事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在阻挡它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你一直在等待改变，但其实改变早就来到你面前，只是它一直在等。等你愿意说一声可以，等你愿意打开那个门，让它真正走进你的生活里。有一段路你一直没有走上去，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它在哪里，而是因为它的尽头看不清。你站在起点，看着那条延伸出去的方向，心里浮现的不只是好奇，还有不安。如果走了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错了，能不能回头？如果一切没有如你所想，那是不是代表你做错了决定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，而正因为没有答案，你停住了。你告诉自己，再等等，等更清楚一点，等更确定一点，等那种可以放心前进的感觉出现。但那种感觉始终没有真正来过。于是时间过去，你还站在原地。不是没有方向，而是你不相信那条还看不清的路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有点疲惫。不是因为你走太多，而是因为你一直没有走。那种停滞比前进更消耗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未知本来就无法被看清，那我还要等什么？这个问题没有让你立刻行动，但它让你松动了一点。你开始重新看待未知。过去你把它当成风险，当成需要避免的东西。但慢慢的，你发现，所有真正的改变其实都来自那里。那些你没有预料到的相遇，那些你没有计划过的机会，那些在过程中才出现的方向，全部都存在于未知里。如果你一直避开它，你也同时避开了可能性。这个理解让你开始有点不同。你不再急着消除不确定，而是试着待在里面。一开始，那种感觉不太稳。你还是会想抓住什么，还是会想让一切更清楚。但你没有再退回去。你让自己站在那里，带着一点不确定，却没有离开。然后，你跨出一步。那一步不大，甚至有点犹豫。但它已经改变了什么？当你开始走，你才发现，路不是一开始就完整存在的。它是在你前进的过程里，一点一点出现。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变得清楚。你停在哪里，那里就保持模糊。这时候你才明白，不是你先看见整条路，才有资格前进，而是你愿意走进未知，路才会为你展开。这样的经验慢慢累积成一种信任，不是对结果的保证，而是对自己的相信。你开始相信，即使途中有变化，你也可以调整；即使方向需要修正，你也可以重新选择。这样的信任让你不再被未知困住，你不再需要完全确定才允许自己开始。你开始在不确定之中前进，在不明确之中感受方向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
你会发现，路真的开始了，不是因为它早就存在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走进那个原本让你犹豫的未知。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你太快想要一个答案。当事情变得模糊，当方向开始不清楚，你几乎是立刻想离开那个状态。你想确定，想抓住一个可以依靠的方向，想让一切重新变得清楚。因为不确定，让人不安。那种不安，不像恐惧那样强烈，却持续的存在。它让你坐立不安，让你很难只是待着。于是你开始寻找出口。你分析，你推论，你尝试用各种方式让事情回到可控。你希望能快一点走出这段模糊。但奇怪的是，你越急着离开，就越感觉卡住，像是你一直在绕，却没有真正前进。那种停滞让你更焦躁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不是自己想得不够清楚？是不是还少了一个关键的答案？但就在这样的反复里，有一件事被忽略了。你从来没有真正待在那个不确定里，你只是想逃离它。当你没有停留，你就没有机会理解那些模糊的感觉，那些说不清的状态，其实都在酝酿某种转变。只是那个转变需要时间，需要你给它一个空间，让它慢慢成型。当你不断打断它，不断试图加快，它就无法完成。于是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一直没有结果的过程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终于有点累了。你不再那么急着找到答案，不是因为你不在意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感觉到，也许这个过程本来就不该被催促。你试着停下来，让那些还没有整理好的部分就先那样存在。一开始，这样的停留让人不太舒服。你会想动，会想再次抓住什么，但你没有立刻行动，你只是让自己多待一会。慢慢的，一些细微的变化开始出现，那些原本混在一起的感觉开始分开。你开始看见哪些是你的期待，哪些是你的害怕，哪些其实只是习惯性的反应。这些看见不是透过思考得来的，而是在你没有打断的情况下自然浮现。你开始理解，原来不确定不是问题，它是一个过渡，一个让旧的模式松动，让新的可能慢慢成型的空间。如果你愿意待在这里，你会慢慢看见方向，不是突然出现的答案，而是一种逐渐清晰的感觉。你知道该往哪里走，不是因为你分析出来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样的转变不急，却很稳。它不是从外面给你的，而是从内在长出来的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当你愿意停留在不确定里，你不是停滞，而是在让转变发生。而那些你一直在寻找的答案，也会在这样的停留之中，一点一点的浮现出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